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我想吃汤圆。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想吃一样东西却说不清楚？哎呀，大明，你又怎么了？听起来有点故事。我那天跟外国朋友说我想吃汤圆，结果他们以为是饺子，还是别的什么圆圆的？不，他们问我汤圆是什么？甜的饺子吗？哈哈，甜的饺子，这误会可真大。想象一下，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想介绍一种地道美食，词穷了。当然有啊，汤圆不就是那种甜甜糯糯、圆圆的吗？对，但我怎么解释那个糯糯的感觉呢？真难。是啊，那种口感很特别。你当时真的想吃汤圆了？可不是嘛，那天突然就很想吃，心里念叨着。你是想吃黑芝麻馅儿的，还是花生馅儿的汤圆？我都喜欢，尤其喜欢那种咬一口会流心的。哇，流心的，那肯定很香。你现在是不是流口水了？我在想，为什么汤圆一定要做得圆圆的呢？这背后肯定有文化含义吧，团团圆圆。对，就是这个团圆的感觉，太重要了。你看，我们光是说汤圆就能说出这么多。看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我想吃汤圆。没错，不过你一般什么时候会想吃汤圆呢？我呢，有时候下雨天心情不好，就想来一碗。哦，你把它当成一种治愈系美食了，真有趣。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总让我想起家里的味道。这我就明白了，它不仅仅是食物，还带着记忆。你说的对，汤圆是不是只有过节的时候才吃？传统上是元宵节和冬至，但现在平时也能吃到了。那可太好了，我不用等到过节才能解馋了。不过每个地方的汤圆口味和做法也不同呢。啊，真的吗？我还以为都差不多，有什么区别？比如北方叫元宵，南方才叫汤圆，做法不一样。元宵和汤圆不一样，听起来有点复杂了。北方的元宵是摇出来的，馅是硬的，很有嚼劲。摇出来的，那南方汤圆呢？它是怎么做的？南方汤圆是包出来的，皮更软糯，馅也多变。哇，这差别还挺大的。我更喜欢软糯的口感。我也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南方汤圆更合我胃口。但有机会我还是想尝尝北方的元宵，比较一下。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和味道，这是个好主意。你看，我们从一个我想吃汤圆聊到了南北差异。这就是美食的魅力啊，总能牵引出很多故事。而且，这个圆字真的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字。它代表了完整、团聚、幸福，特别温暖。我觉得汤圆就像一个小小的心愿，简单又美好。没错，吃一口汤圆，感觉心也跟着变得圆满了。听你这么说，我更想现在就来一碗汤圆了。哈哈，我也被你勾起食欲了。下次我们一起去吃吧。好啊，我们还可以聊聊你最喜欢哪种馅的。还有汤圆的甜汤怎么做才更好喝，有讲究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下次我们深入聊聊这个。哦，对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汤底真的很有讲究，不能随便。
是啊，我喜欢加红糖和姜片，暖暖的。我还喜欢放点酒酿或者桂花，香气很特别。哇，桂花汤圆甜汤，那味道想想都美。对了，你有没有试过放酒酿蛋？口感更丰富。酒酿蛋，我还没试过，听起来很有创意啊。真的很好吃，甜甜糯糯，还有鸡蛋的滑嫩。我家里奶奶会用红枣熬汤，清甜又滋补。红枣汤圆，那是一种很传统的搭配吧？是的，感觉更有家的味道，特别温馨。说到家里做，你有没有自己亲手做过汤圆？我试过，但擀皮和包馅儿真的不简单。我也有同样的经历，面团总是黏糊糊的。对，而且汤圆形状也奇奇怪怪，不太圆。哈哈，就像我的第一个手工汤圆，差点散架。但就算卖相不好，自己做的吃起来也特别香。是啊，那是一种独特的回忆和成就感。你看，这汤圆里包含了多少生活的小智慧。没错，从面粉到圆满，每一步都有故事。这让我想起一个词叫圆满收官。哦，圆满收官是说事情画上句号？对，就是指一个项目或活动完美结束了。就像吃完汤圆，心里感觉很圆满一样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带有一种很好的祝愿。那你觉得这个圆满跟汤圆的圆有直接关系吗？我觉得有，它传递的都是好运和完整感。说的也是，中国人对圆的喜爱无处不在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很多传统建筑也讲究圆？像福建土楼就是很经典的圆形建筑群，那象征着团聚和防御，很厉害的设计。圆形也代表和谐，没有棱角，很舒服。还有啊，我听过有的地方在婚礼上吃汤圆。真的吗？为什么要在婚礼上吃汤圆呢？寓意新婚夫妇婚后生活甜甜蜜蜜，团团圆圆。哇，这真是个美好的传统，我第一次听说。是啊，新娘会吃2碗，代表双喜临门。哈哈，吃2碗，还要考虑馅儿不能太甜腻。还有些地方搬家也会吃汤圆，求个圆满。搬家也吃，那汤圆的文化真是深入人心。所以汤圆不仅仅是食物，更是文化的载体。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吃它，我总感觉特别幸福。我也是，它承载了好多美好的祝福和愿望。感觉有点像一个微型的时间胶囊，充满了记忆。而且不同地域的汤圆口味差异还挺大。对，除了我们之前聊的，还有些特别的馅料。比如，你知道有一种咸汤圆里面包肉的吗？咸的，包肉的汤圆，听起来很特别。对啊，吃法和口感完全不一样，下次我们得尝尝。哇，那我们下次可要好好聊聊咸汤圆的世界了。对，尤其是福建那边的咸汤圆，味道超独特。福建？我以为咸汤圆很少见呢。它通常用肉末、香菇丁做馅，汤底是高汤。听起来像一道菜，而不是甜点啊。有次我第一次吃，一口下去，简直是惊喜。惊喜？是味道太特别了吗？米皮软糯，肉馅鲜美，
汤汁浓郁。哇塞，听得我都流口水了，好想尝尝。尤其配上一点点胡椒粉，暖胃又满足。感觉这种咸汤圆更像主食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很多地方把它当正餐吃，尤其早餐。早餐吃汤圆，这和我们观念好不同。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真是五花八门。我记得你之前还说过，汤圆可以自己做。对，自己做更有趣，但第一次差点失败。哈哈哈，怎么失败法？是皮破了馅漏了吗？我把糯米粉和水比例弄错了，面团很硬。哎呀，这种面点手艺活真的需要经验。对，后来奶奶教我要慢慢加水揉成团。所以汤圆里也藏着家庭传承的手艺呢。而且你看，圆字寓意着团圆圆满。对，这就是为什么吃它会感觉很幸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地方把汤圆叫元宵？元宵是北方叫法吗？好像制作不同。是的，元宵是摇出来的，汤圆是包出来的。摇出来，听起来像个小小的魔术。就是把馅料切块，放糯米粉里摇啊摇。哇，那表皮会比汤圆粗糙一点吧？对，口感更劲道，也更吸汤汁。看来名字不同，制作工艺也差好多。没错，说到圆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想过什么？关于圆的深层含义。中国文化里，圆不仅仅是形状，它象征着和谐、完美，没有缺憾。你看很多建筑和图案都讲究圆润。对，像天坛的祈年殿，圆顶象征天圆。所以汤圆就承载了我们对圆满的向往。这种文化寓意让食物更有了灵魂。不只是吃饱，更是吃进了一份祝福。真是越聊越觉得汤圆不简单。是啊，现在还有些新奇的汤圆呢。新奇的，比如水果馅的吗？有的，甚至还有冰淇淋馅的汤圆。冰淇淋，这简直是颠覆传统了。哈哈，年轻人喜欢尝试新鲜感嘛。我倒觉得传统的味道更让人安心。但我听说有些地方还会用酒酿做汤圆。酒酿，那吃起来会有酒味吗？会的，那种微醺的甜，口感很特别。哇，听起来就很有故事感，下次可得仔细聊聊。酒酿汤圆，光听着就暖心。是啊，特别是冬天吃，很舒服。那各地做法都一样吗？比如北方？北方人更爱元宵，做法有点不同。元宵是滚出来的，汤圆是包的。对，元宵外皮更韧，馅料也丰富。我喜欢汤圆，馅软糯一些。江南还有菜肉馅的汤圆呢。哇，咸的汤圆，我还没尝过。第一次吃也惊讶，味道很特别。咸甜混搭，听起来很有挑战性。我有次吃错了，以为是甜的。哈哈，那口感肯定很奇妙吧？吃到肉馅时，表情都僵住了。真的吗？这种惊喜可不好受。从此我就记住了，别光看外表。这也是文化差异的一种体现。
对，就像俗语，吃一堑长一智。哈哈哈，吃汤圆也能学成语。中文就是这么有趣，处处是知识。说到知识，汤圆还有个深层意思。哦，你是指什么呢？快说说。它代表团圆、家庭和睦的愿景。难怪冬至、元宵都离不开它。家家户户都希望团聚在一起。我爷爷每年都亲自搓汤圆。那真是特别的家庭记忆了。搓的时候，大家有说有笑，很温馨。这种仪式感也藏着家的味道。是啊，家的味道就是幸福。说到圆，你知道圆滑吗？圆滑，好像不是褒义词。对，它指一个人处事过于周全。比如说话滴水不漏，不得罪人。这在中国文化里是重智慧。大家觉得圆滑是好是坏？过于圆滑可能会失去真诚。所以说话要把握度，挺难的。沟通艺术学问很深奥啊。现实生活需要多观察，多练习。还有个有趣的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？快说来听听看。它跟打圆场这个词有关。打圆场是调节气氛的意思。对，就是缓和矛盾，让大家舒服。这也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。我有次饭局，差点就吵起来。后来呢？有人打圆场了吗？有，但那个过程可真不容易。哎呀，下次我们好好聊聊这个。是啊，那个场合气氛很僵。听起来就头疼，怎么解决的？我朋友急中生智，讲了个笑话。哇，化解了尴尬，真是高手。对，情商很高，把气氛圆回来。圆字真能变换出不同用法。还有圆融这个词，你知道吗？圆融是说为人处事很周全。它比圆滑更积极正面。原来如此，强调包容与和谐。对，不强求，能接受不同观点。这在团队合作里特别重要呢。没错，我有个同事就很圆融。怎么说？他具体做了什么？他总能协调好大家的分歧意见。厉害，避免了冲突，保持团结。所以，不是没有立场，而是有智慧。这种智慧需要时间和阅历积累。是啊，我还在学习如何圆融。哎，这真是个大学问啊。说到圆，我们还常说圆满。圆满，是不是指很完美的结果？对，比如新年愿望都实现了，就很圆满。哇塞，那种感觉一定特别棒。记得我妈去年春节年夜饭特别丰盛。哦，那顿饭有什么特别的吗？饭后，全家人围坐一起，她笑着说：说什么了？肯定很感动吧？她说，一家人团圆就是最大的圆满。啊，这句话真是说到心坎儿里了。中国人特别重视团圆文化。是啊，所以才会有汤圆、月饼这些。对，它们形状是圆的，象征团圆。我还知道，
过年贴的春联也讲究对称。那也是追求一种视觉上的圆满。说到圆，大家觉得哪个词最难用？哈哈，我觉得圆滑有点难把握。是啊，一不小心就变成贬义了。但圆融就很高明，值得学习。确实，要在不同情境下灵活运用。哎，我想到一个更复杂的圆。真的吗？比这些还复杂？快说说。它和画圆圈这个动作有关。画圆圈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？比如古代文人写字的时候。哦，写字和圆有什么关系？他们会在文章最后画个圈。那是表示结束，还是有别的含义？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多玄机。哇，看来这个圆又要刷新我认知了。是啊，古人画圈可不简单。不只是结束，还有别的意思吗？当然，它代表文章的完整和圆满。哦，就是说内容很完美了。有时候也表达一种谦虚的态度。谦虚，这和画圈有什么关系？意思是文章虽好，仍有不足。哇，这太有深意了，留白吗？也有点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感觉。真是高明啊，一个圈有这么多学问。对呀，这是一种文化上的独特表达。我现在看汤圆，感觉都不一样了。哈哈，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寓意。从团圆到圆满，再到这种哲学。是啊，小小的圆，大大的智慧。真是让人越想越觉得奇妙呢。这也是中文的魅力所在吧。每个字背后都有故事和内涵。今天我们聊了好多圆的话题。是啊，真是受益匪浅，长知识了。我特别喜欢“圆融”这个词的意境。我对古代文人画圈的习惯很感兴趣。那种含蓄的美确实很吸引人。感觉特别的富有东方智慧。是的，一个圆能表达那么多。真的没想到一个汤圆能引出这些。哈哈，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是啊，还有好多值得我们探索的。所以圆字真的很有趣，让我对汉字文化有了新的认识。是的，生活中的圆无处不在。比如我们吃的各种圆形食物，它们可不只是形状，还有意义。每个都代表美好的祝愿。这也是文化传递的一种方式吧。没错，非常有意思的发现。哎呀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。今天聊的圆真的收获满满。我对画圈的深意印象最深，而我更喜欢圆融带来的智慧。那么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呢？你们生活中有没有特别的圆？比如，吃过哪些让你难忘的汤圆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哦。你们的故事和感想，我们很期待。下期我们来聊聊传统节日的味道。比如清明节的青团有什么故事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祝大家开心。